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北京时间的4月17号早上9:50。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AutoGPT 这个项目。最近这个项目特别的火哈。那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在 GitHub 上发布的。那这个项目就是它的目标就是，通过OpenAI 的 GPT 功能，或者是ChatGPT 功能，然后由以前我们要一个一个指令发送给 ChatGPT，到现在我们可以给它制定一个目标，然后它通过它自己的演算，来自动完成我们给它的一系列的任务。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实际上发出来几天，基本上每天以一个你看这个是昨天的数据，大概7000多的星星，它的热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现在在这个 GitHub 上已经排到了这个热度的第一名。我在网上看了很多AutoGPT 的搭建，也有很多的教程。我其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如何快速的搭建 AutoGPT，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如何的给它改成一个中文的版本或者一个中文的环境。在我们开始之前呢，你需要做一些准备。那首先我们过一下，比如说当然你需要一台电脑或者一台自己可控的服务器。第二呢，是我们需要有一定的网络环境，因为这里面需要访问到像 OpenAI 呀、像 GitHub 呀、等等吧，一些这个网站，所以网络环境需要自己解决。第三，当然了，我们需要有一个 GitHub 的一个访问权限，因为我们要从 GitHub 上去拉这个项目回来并且搭建。第四，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里 OpenAI 的 API 呢，这个项目的这个创始人说它是最好是版本4，但是如果咱们有3.5版本的话，也可以使用。后面三个像谷歌的这个 Search API，就是谷歌的查询 API，Pinecone，ElevenLab，这些都是可选的。我们有谷歌的查询 API 之后呢，就可以让我们的AutoGPT 可以去通过谷歌来去搜索一些我们需要的信息。Pinecone 呢是一个在线的数据库通过这个 Pinecone 的数据库呢，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记录一些或者在项目中我们叫记忆我们保存起来它是一个在线的向量数据库。ElevenLabs 呢，它是一个文本转语音的工具，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这个AutoGPT 呢可以去发出声音或者可以去说话吧。后面我们需要一个 Python 3.8或者是更高版本的因为这里有很多的用了很多指令或者用了很多的这个依赖是3.8以上版本。最后呢整个这个流程呢大概需要30分钟的时间，但是我的视频不会这么长，我只会简单的演示大家可以下来自己去动手尝试。那最后呢，其实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可以给我一个传统3连谢谢。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尽快走起。首先我们要检查我们的 Python 环境，那怎么去检查呢？如果我们已经安装了 Python 的话呢，我们可以执行这个命令，我把它放到我的这个命令行里面去我们复制粘贴。那可以看到我的 Python 版本是3.11.2，那已经满足了3.8版本以上的要求。当然，如果你的 Python 版本没有达到3.8或者以上的话呢，你可以自行上网去搜索一下，这是很简单的，去把我们的 Python 版本更新到比较新的一个版本。那下面我们开始进入搭建的流程。搭建其实也很简单，这里面首先第一步呢，我们需要从GitHub 把项目克隆回来。那这个就是GitHub 的一个克隆的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呢，我们把它复制下来放到我们命令行里面。当然看我们的习惯，我是比较习惯用一个开发环境，我用的是 Python，所以如果用 Python 的话呢，那我们就点这个 get from VCS
并且把刚才我们这个命令呢拷贝进来不好意思我没拷贝上来我们把它拷贝进来，拷贝进来之后我们点确认就好了这样的话就是克隆，那克隆的话我们就会它就会从这里把我们的项目克隆到我们自己的本地的这个项目里面去在这儿呢我已经克隆好了，所以我先要点击进到这个项目里面去。那你会进到这个项目来呢，它会进入到这个 AutoGPT 的文件夹。如果咱们没有进入的话呢，那我们就需要用这个命令，我们要进到 AutoGPT 文件夹。那下一步呢，实际上我们需要去安装这个里面所有的依赖所以我们就把它这个命令复制好之后复制到我们命令行或者你的开发环境里面去，让它去执行。因为我已经做好这些安装了所以他会跟我说我的这些所需要的这些依赖也好，或者是所需要的这些库也好呢，都已经满足了，所以我不需要再二次安装了。那下一步就是我们要去配置我们的这个环境文件这个环境文件呢，实际上它给了我们一个模板。在这个 AutoGPT 文件夹下的一个叫 env template 这个模板，我们打开这个模板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是所有的这些AutoGPT 的一些配置。那这个配置呢，其实最主要的，我们要把我们的 OpenAI 的 key 放进来。那这个 key 在哪儿找到呢？我们可以到这个网站叫 platform.openai.com 这个网站，登录后呢，会是这么一个界面。那我们看到右上角有一个叫 personal 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这是你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设定的一个点。我们点进去之后就会到了这个页面就会到这个页面。那这个页面我们要点view OpenAI keys， 就我们找到我们的API key 这里面呢会到这个页面之后，我们就生成一个新 key。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生成了我的这个Auto GPT 的这个 key。生成 key 之后，我们把它保存下来我们可以复制下来。复制下来呢，我们就放到这个 Open API 这个 key 把它替换掉替换到我们自己的 key。下面还有一些配置如果大家想去深入研究的话呢可以到这个 GitHub 我们这个 GitHub 这个项目中，它会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哪些 key 是做什么用的这个其实非常简单，大家如果可以快速浏览一下的话呢，就知道每一个 key对应的什么，或者我们应该填入哪些，甚至有一些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去到哪里去找到这些 key， 因为有一些是需要注册包括需要做一些申请的，所以呢，在这里我就不一一的演示了，大家可以自行上网去查看。所以到这一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 Auto GPT 呢的配置已经配置完成了。这里面我可以给大家过一下比如说，如果我用这个我们叫智慧版本的话呢，它就会选择GPT-4。当然，我们需要我们的 API 去支持 GPT-4，或者我们已经有到GPT-4的这个 API 了。如果要是这个它叫快速版的话呢，就用 3.5 Turbo。当然这里面有每一次 token 我们要比如像这个快速的 token， 因为它的 token 上限就是4000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4000就放在这儿。如果想去尝试一些更简单，或者是不想用那么多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改少一点，比如改成3000或者改成2000等等。下面这个针对于 GPT-4 的 token 的限制同理这个是 memory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记忆。如果我们有申请了 Pinecone， 或者我们希望把它记忆放在线上的话，我们在这里改成 Pinecone， 甚至 Redis。那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呢，其实它会在本机给你建一个文件夹或者建一个目录去保留你之前的一些记忆。这个就是 Pinecone 的 API key。当然，如果我们要申请完 Pinecone 之后呢，我们需要两个，一个是 Pinecone 的 key， 一个是 Pinecone 的环境。它那个环境一般都是说，比如说像这个美国西部2号等等
这个是 Redis 的配置。再往下的话呢，实际上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在Hugging Face 这个也是要自己去申请。那这个是主要是做画图的功能，因为 Hugging Face 里面嵌入了这个 Stable Diffusion，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让它去通过我们的命令让它去生成一些图片。当然同样它有这个把这个语音转成文字的功能哈。这个是 GitHub， 当然这个我们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因为如果我们的流程中需要跟 GitHub 做一些互动的话我们可以把GitHub 的 API key 和 GitHub 的 username， 就是我们的用户名填进来。在谷歌的search 呢，这个是如果我们需要在流程中去把谷歌的搜索嵌入到我们整体流程中的话，我们需要拿到谷歌的这个API key。其实这个 API key 呢是叫谷歌搜索的 API key，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如何申请这个 key， 也是非常简单。当然需要一些这个注册和一些申请的流程。那这里需要2个，一个是我们谷歌的搜索 API key， 还有一个是我们谷歌搜索引擎的这个 key。后面是我们这个 TTS 就是我们语音文本转成语音的这些功能。比如说我们用 Mac 本地，我们就把它写成 true 我们如果用 Brain， 我们就把它写成 true。当然这里面提到了我们用这个 ElevenLabs， 刚才上面说到的一个在线的文本转语音的工具。如果要是我们使用它的话，我们就需要把我们这个 ElevenLabs 的 key 和我们2个自定义的语音 ID 放到这个位置，这样可以开始工作了。后面当然还有 Twitter， 如果我们需要我们的机器人也好，或者 AutoGPT 也好，去跟Twitter 做互动的话，我们需要把 Twitter 的一些配置信息放到这里面。好，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现在应该已经把我们最简单的搭建已经把我们 OpenAI 的 key 呢放到这里面来了。那这会儿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template 文件把它名字改掉换成这个.env 的文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已经配置好的一个 key 或者配置好的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里我已经填好了我的 key 等等这些后面我都已经做好相应的配置了。那这个文件配好之后，我们把它保存下来。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搭建呢已经搭建完成了，所以我们下面需要做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命令行里面执行这个 Python-m AutoGPT。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我们做执行，粘贴下来，回车。好，因为之前我有过尝试所以他问我是不是用上一次的这些配置呢？那如果要是是的话呢，就摁 Y； 如果不是的话，我摁 N。好，那下面这是我相信大家如果第一次搭建的话，就会看到跟我一样的界面。他会问我你是不是好，他会问我说让我去输入一个名字把我 AI 或者我的这个机器人也好，或者 AutoGPT 给他一个名字，然后让我给他角色。那如果我什么都不输入的话呢，他就会load 这个最default 最默认的一个值。所以他给的默认值是这个 Entrepreneur GPT， 就是我们的企业家 GPT 那我给他起个名字，我叫他007好了他说007来了，他会为我服务。所以呢，我们下面就会给他一个 AI 的这个角色的描述。那比如说，那他说让是一个 AI 呢来持续的自动的来帮我去搭建一个生意，对不对？然后把这个目标定为什么呢？定为这个去增加我的这个 net worth， 就是增加我的净值。如果我要是就这样的话，我可能直接回车。然后他会问我你有没有5个比较这个明确的目标呢？比如说我要增加我的净值，我要增长我的Twitter 的账户那我要自动的帮我去管理我的不同的生意。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呢，我可以去什么都不输入的话，它就会拿到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default 配置哈，就是默认值啊，我可以一直按啊，那这样的话好，那它就开始了，它会先找我的 memory， 因为之前我有记忆，然后它会拿到我的Chrome 浏览器，然后所以它现在在不断的想，好，它现在给我了几个这个他的想法，对吧？他的想法，他想他会从网页上呢去拿到一些信息会找到现在这个最容易创收的这些行业去开始我的一个生意。然后呢，那为什么呢？他因为是我们给他的目标，对吧？我们给他目标要持续的去要自动的去完成这个帮我搭建一个生意或者一个业务的这么一个流程。所以他需要更多的这个信息，所以呢，下一步他准备做什么？他准备浏览网页找到最赚钱的行业，然后根据他的一些分析或者根据他的一些信息然后再去做下一步判断。这会儿他又说了，说我的下一步应该是我打开浏览器，访问这个页面，然后问一个问题，就是最赚钱的行业如果兴起一个生意的话，最赚钱的行业是什么？那这里我就不再给大家过度演示了。那下一步的话，如果我要是摁 Y 的话呢，就是同意它这个指令，就是这个 next action 下一步。摁 Y 杠 N 的话呢，那我就要进入这个持续模式。持续模式是什么意思？就是每一次它就不会再去问你是否同意我的下一步执行计划了，它会自己去持续执行执行到他认为的一个结果为止。那还有摁 N 呢，就是我就退出这个程序了就不让它继续去执行下去了。当然，我也可以去输入一个新的反馈。如果觉得它这个不好的话呢，我给它一个新的反馈，去帮它做一些纠偏。好，现在我就把它退出出来。好，那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已经把所有的搭建流程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呢？那我现在发现呢，就是在不管是我在国内看到，或者是在外面看到，很多人都是教我怎么去搭建的，但是也有大家有很多问题说，哎，这个怎么只有英文版本不支持中文呢？那实际上 ChatGPT 在支持中文上它也是 OK 的，因为我们也用过跟它中文做一些交互。那只不过这个我们做这个 AutoGPT 这个大佬呢，它是一个英语环境，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修改把它改成英文。那其实大家看到我这里面放了2张截图哈，这2张截图一个是agent 就是我们刚才对话，对，刚才对我这个来说就是那个1007的那个我那个 agent 我那个小助手，对不对？然后下面呢就是一些 command 就是根据不同的需求它会执行的一些命令。然后还有在这个整体的文件夹下面等一下我会演示它会有几个比较关键的这个文件我们需要去修改。比如这里也是 setup， 我们拿这个 setup 举例哈。我现在回到我的环境刚才说了，这是我的整体的文件夹下面。然后这个里面呢，我会找到刚才我找那些目录，比如说刚才那个 AutoGPT 就在这个位置。然后这里面会有什么呢？会有 agent， 刚才给大家提到的 agent， 然后还有 command， 这是所有的命令。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文件夹下的这个 setup 就是我们一开始配置的意思。我们打开这个文件，我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其实刚才我们看到内容哈，它都是用这种双引号引起来的比如说像第一个就是Welcome to AutoGPT， 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的提示行所给到的我们第一句话，在这个位置。Welcome to AutoGPT。那我们看到，实际上它就是把它打印出来的。那好，那我们现在如果把它改成欢迎使用 AutoGPT。好，下面呢，他又说下一句话enter name of your AI and scroll below。那我们看到，哎，跟这个一样的，对不对？那我们把它改成什么呢？改成请输入你 AI 的名称
并且定义它的角色。如果什么都不输入，就加载默认。OK， 我们把它删掉。那这是我们把它那个替换掉了。然后这里面又会来了啊 ，name your AI， 对吧？你 AI 的名字是，它这里有 for example， 我们看到后面有 for example， 那例如，对不对？这个是例如 entrepreneur GPT， 那这个就叫企业家，对吧？企业家 GPT 啊，等等啊，就我不会再去下一步再去一个一个帮大家输入了，因为这样的话会很耽误时间。所以这个 setup 就是我们在整体这个页面下呢是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在做我们机器人定义的时候啊是这一部分。那后面还有什么呢？后面还有这个 prompt， 这个是也是比较比较重要的。还有这个 prompt generator 这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是干嘛呢？这两个文件是基于你的输入，然后它会去帮你去把你的输入呢转化成丢给ChatGPT 的指令。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很多，当然我们要注意，有的是库啊，库的话我们不能随便替换，我们要把文字性的东西我们可以做一些替换。然后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 command 里面，我们拿了一个谷歌举例可以看到这个谷歌这个文件里面呢，实际上它就是到 Google 去搜索搜索我们用什么，用 customer search， 然后用我的 API key 去搜索，然后这里面会有一些反馈值哪些是坏的，哪些是对的等等这些，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些引用的文本的文件，我们去把它替换成中文，这样的话用起来的话呢，那就会变成一个最终的是一个中文界面了。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做了一些修改，我们现在来试一下我们重新运行一下这个Auto GPT。那这个一样，我先不要它好，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才做的修改了，对不对？我们在这个setup 点 py 里面做的修改比如说你输入你的 AI 的名称是什么呀？欢迎使用 Auto GPT 自定义它的角色呀，如果什么都不输，加载默认等等这些。那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Auto GPT 呢，我们把它做成中文版本。当然，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做成其他的版本这样便于大家使用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去再进一步演示了。也欢迎大家呢为我的这个视频点赞给我关注同时呢，如果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也可以非常乐意跟大家随时交流，好吧谢谢大家，那今天就到这里，再见。